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颐养晚年，我是宋志。今天咱们来聊聊手机充电这件烦心事。我敢保证，看完今天的内容，你不仅能省下一笔冤枉钱，还能让你手头的老伙计重新健步如飞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明明充电线插得好好的，屏幕上那个小闪电标志也亮着，可你等啊等，从白天等到晚上，电量就像被冻住了一样，一动不动，甚至睡一觉起来发现电量还少了点。又或者以前个把钟头就能满血复活，现在充上3-4个小时才爬了不到一半，那个慢呐，真能把人急出火来。一遇到这种情况，很多老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坏了，这手机跟了我好几年，怕是寿数到了，电池不中用了，要么就是怀疑系统出了什么大毛病，心里一慌，赶紧拿着手机就往维修店跑。店里的师傅呢，有实在的会帮你瞅瞅，可要是遇上不那么实在的，张口就是电池老化必须换，要么就是充电口坏了得修，这一来一回，少说也得花上你1200-800的台币，让人心疼的直哆嗦。其实啊，今天要跟大家交个底，遇到手机充电慢，充不进电，十有八九根本不是手机本身坏了，也不是电池老了，更不是充电头罢工了，真正的原因啊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它就藏在咱们天天穿的裤子口袋里。而你只需要找一根家家都有的小牙签，花上2分钟，收拾一下手机底下那个不起眼的小洞，充电速度立马就能嗖的一下回到刚买来时的状态。大家先别急着摇头，耐着性子把宋志的话听完，我保管你觉得这时间花得值。要是你觉得说的在理，对你有点启发，别忘了给咱们颐养晚年点个关注，评论区里也说说你家那个老伙计是不是也有这个毛病。咱们先来掰扯掰扯，手机为啥会突然闹脾气，充电变得这么磨叽。很多人想不通，这手机天天捧在手心，没摔着也没碰着，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？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，咱们每天出门，手机是不是都揣在裤兜里，或者随手丢在随身的小包里？咱们这衣服口袋啊，看着干净，其实里头藏着好多肉眼看不见的小东西。有衣服摩擦掉下来的细小纤维，有从空气中飘进去的微尘，还有些衣服内衬的毛毛。手机底部那个充电孔，它就像个张着嘴等着吃饭的小嘴巴，因为它是个凹陷进去的设计，本身还带一点点静电。这下好了，口袋里的那些毛毛灰絮就特别喜欢往这个洞里钻，每当你把充电插头往里一插，就相当于把洞口这些脏东西又往深处对了一下。天长日久，这些杂物就在充电孔的最深处被压得结结实实，变成了一层厚厚的像毡子一样的棉花被。这下问题可就来了，你以为充电线已经插牢了，但其实啊，就是因为这层棉花被垫在下面，充电插头上的金属片和手机孔里的金属触点根本没碰到一块，或者只是虚虚的挨着一点边，这在电工师傅嘴里就叫接触不良。电流的路被堵了大半，过不来，或者只能丝丝拉拉的过来一点点，手机它能充得快吗？而且啊，因为接触的地方小了，电阻就变大了，这就是为啥有时候你一摸充电头会觉得特别烫手，这都是那层棉花被在作怪。光讲道理可能大家印象不深，宋志给大家说2个我身边发生的真事儿，你就全明白了。头一个故事是关于住在桃园的林伯伯。林伯伯70多了，最喜欢用手机看老歌视频，或者跟在台南工作的儿子孙女视频聊天。前阵子他可愁坏了，找到我说，宋志啊，你快帮我看看，我这手机是不是要退休了，充了一整天电才长了那么一小格。他以为是电池彻底不行了，跑到巷口的手机店，人家拿过去瞄了一眼就说，老人家你这电池老化严重，得换，原装的1200块。林伯伯嫌贵没舍得。后来碰见我拿过他的手机，对着光一看那个充电孔，好家伙，里头黑乎乎的一片，根本看不见底。我就问林伯伯要了根牙签，顺着孔的边缘轻轻掏了几下，你猜怎么着？我居然从那小小的洞里勾出来好几团黑褐色的压得硬硬的棉絮疙瘩，那大小真不比耳朵里的耳屎小。清理干净后，再把充电线插回去，手机滴的一声脆响，屏幕上立马跳出了快速充电4个字。林伯伯当时眼睛瞪得老大，拉着我的手说，宋志啊，你这一根小木棍可帮我省下了1200块啊。大家看看，要是林伯伯当时真听了店员的换了电池，这钱花的冤枉不说，问题压根没解决，因为那个堵死的通道还没疏通呢。换了新电池，
电还是进不去啊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劝大家先别急着往维修店跑，自己先动手检查一下。再说第二个故事，是住在高雄的陈阿姨。陈阿姨家手机的情况不太一样，能充进去电，但特别挑姿势，充电线必须歪着插，或者得用橡皮筋绑着固定住才能充。手机稍微碰一下，充电就断了。陈阿姨一直以为是买的充电线质量不好，贪便宜买了劣质货，于是她上网，贵的、便宜的、带灯会发光的，各种线买了一大把，结果没一条省心的。她后来甚至跟我嘀咕，是不是家里风水有问题，这手机闹情绪了。我帮她一看，原因啊，和林伯伯的一模一样，就是充电孔里积了厚厚一层灰，充电插头根本没办法完全插到底。那些插头看着是进去了，其实被里面的脏东西顶住了，只进去了一大半。我帮她清理干净之后，陈阿姨把之前那些不听话的线都拿出来试了一遍，结果条条都好用，随便怎么插都稳稳当当，充得飞快。听完这两个故事，大家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拿起自己的手机看看了？别着急，宋智这就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正确的给手机充电孔做个大扫除。这活儿简单，但里头也有些小讲究，要是方法不对，不小心伤到了里面那些比头发丝还细的金色小黄片，那可真得送修了。首先，咱们要准备的工具家家都有，特别简单。第一样就是牙签，记住咯，最好是用那种竹子或者木头做的牙签，可千万别用取卡针、回形针或者缝衣针这些金属玩意儿。为啥非得用木头的呢？因为金属导电啊，万一你手机没关机，用金属针在里面不小心同时碰到了两个金属触点，就可能造成短路，电流啪一下乱跑，把手机主板烧坏，那可就是大麻烦了。用木头或者塑料的牙签，就是图个绝对安全。当然，如果家里牙签头太粗，伸不进去，你可以用小刀轻轻地把牙签尖削得薄一点、扁一点，做成个小铲子或者小钩子的形状，这样更好用。第二样是一小团医药棉花，没有的话，从纸巾上撕下一个小角，搓成个小棉球也行。第三样是酒精，家里有 75% 的消毒酒精最好，没有的话，干着清理也可以，但有点酒精能擦得更彻底，还能消毒。工具备齐了，咱们第一步一定要先把手机关机。虽然咱们用的是不导电的木牙签，但关机是最稳妥、最保险的做法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。手机关了之后，咱们找个亮堂的地方，或者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功能照着，仔仔细细地观察手机底部那个扁扁的长方形小孔，你会看到在孔的中央有一排非常细小、闪着金属光泽的小舌头，咱们要清理的就是这些小舌头周围以及孔洞最深处的边边角角。第二步，拿起我们削好的小木签，轻轻地、慢慢地伸进充电孔里。记住，手上动作一定要轻，像对待小宝宝一样，可别使蛮力往里捅，让牙签贴着孔洞的内壁，缓缓地向深处探索。当你感觉到牙签间碰触到一种软中带硬、有弹性的东西时，那八成就是被压实的棉絮灰尘团了。这时候，你用牙签尖轻轻地挑，或者慢慢往外拨，你就会惊讶地看到一小团、一小撮黑乎乎的、带着毛絮的脏东西被带了出来。有时候啊，清理出来的东西多得会让你吓一跳，你会忍不住想，这么个小眼怎么能藏下这么多垃圾？把那些大块的、成团的脏东西清理出来后，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彻底，咱们可以进行的3步，也就是深度清洁。把那一小团棉花薄薄地裹在牙签尖上，注意别裹太厚，不然塞不进去。然后在棉花上蘸上一点点酒精，记住，只要一点点，微微湿润就好，绝对不能滴答着酒精往里塞。接着，把这个带着酒精棉花的牙签伸进去，轻轻地来回擦拭那些金属小舌头和周围的凹槽，酒精能很好地溶解掉粘在上面的油脂和顽固污渍。你想啊，咱们平时打电话贴着脸颊，手上的汗、脸上的油，难免会顺着缝隙进去一些，这些东西和灰尘混在一起，时间长了就形成一层油垢，光用干牙签是弄不掉的，酒精挥发得快，擦完后等上1-2分钟，孔洞里就干爽了。第4步就是最后验收了，你再拿手电筒照照，嘿，充电孔里是不是变得亮晶晶的，甚至能看清金属片的光泽了？这时候你把充电线拿出来，对准了插进去，你会感觉到一种久违了的清晰的咔嗒一下的契合感，这说明插头这次是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的插到了底，锁扣扣紧了。
这时候再开机充电，你会惊喜地发现电量数字跳的那叫一个欢实，速度快多了。说到这啊，宋志还想多唠叨几句关于手机电池保养的闲话。很多朋友充电有个习惯，非等到手机电量变红，提示低于 10%， 甚至自动关机了才去充，觉得这样物尽其用。宋志告诉大家，这个习惯对现在的锂电池伤害特别大。锂电池最怕的就是过度放电。最理想的状态啊，是当电量降到 20% 到 30% 左右的时候，就顺手把它插上充电。而且呢，也不一定非要每次都充到 100%， 其实充到 80%、90% 就拔下来，对电池的寿命反而是最有益的，这叫浅充浅放。另外，大家在买充电线的时候，也别光图便宜，去路边摊买那种10几20块的三无产品，那种线里面的铜丝细的像头发，根本承受不了大电流，而且做工粗糙，插头部分松松垮垮，老是晃荡，特别容易磨损咱们手机里娇贵的充电接口。买充电线一定得认准靠谱的品牌，哪怕稍微贵一点，但它能当个好保镖，让你的手机用得更长久。聊了这么多技术上的事，宋志还想跟大家唠唠心里话，说说咱们为什么要学这些生活小窍门。现在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了，咱们中老年朋友有时候会觉得眼花缭乱，跟不上，东西一出问题，下意识就觉得自己搞不定，要么花钱求人，要么只能求助儿女。其实啊，很多道理是相通的。这手机就像咱们家里用惯了的老缝纫机、老收音机，它也需要时不时的保养一下，咱们也得摸透它的脾气秉性。像今天说的清理充电孔，跟咱们年轻时清理自行车链条、疏通灶台油垢没啥本质区别，只要咱们心细一点，胆大一点，愿意动手，很多所谓的大毛病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，一捅就破。我办颐养晚年这个频道，就是想把那些听起来很高科技、很复杂的事情掰开了、揉碎了，用咱们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讲出来。咱们不需要成为工程师、技术员，但咱们可以成为会生活、懂生活的智慧老人。大家想想看，你不但学会了修好自己的手机，还能帮老姐妹、老哥们儿也看看。当邻居老李、对门张姨也为充电发愁的时候，你笑呵呵地拿出一根牙签，3两下帮他搞定，那种帮到人的成就感，还有邻里间那份暖暖的情谊，可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现在的孩子们工作都忙，压力大，有时候咱们手机有点小问题去问他们，他们可能看一眼就说，爸妈，这太旧了，别修了，我给你买个新的吧。其实啊，很多东西收拾收拾，清理清理，还能陪伴咱们好些年。这不仅仅是为了省钱，更是一种惜物的美德，一种认真过日子的态度。大家在用我这个方法清理的时候，万一遇到特别顽固、勾不出来的硬块，千万别用蛮力硬捅，可以试试换个角度，或者把牙签头再修整得更扁、更灵巧一些。现在很多新手机的充电孔是那种正反都能插的扁圆形，它中间有一片很薄的小舌头，清理这种接口时要格外小心，一定要绕着那片小舌头清理，别去碰它。除了充电孔，手机还有2个地方也容易变成藏污纳垢的重灾区，那就是听筒和喇叭。有时候你觉得打电话声音变小，听不清，或者手机铃声、看视频声音闷闷的，8成也是被灰尘堵了。你可以用同样的思路，找个干净干燥的旧软毛牙刷，在听筒和喇叭那些细密的网眼上轻轻地刷一刷，常常能刷出不少灰白色的粉末。刷完之后，声音立马就清亮通透多了。咱们再回到充电这事上，可能有朋友会问，宋志啊，我按你说的，孔也清得干干净净，线也换了新的，可充电还是不快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如果走到这一步还不行，那我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充电头，就是那个插在插座上的小方块，看看它上面印的输出功率是多少。有些很多年前的老充电头，输出功率只有5瓦特，用它来充现在的大屏幕智能手机，那肯定像是小马拉大车，快不起来。如果你的手机支持快充功能，换一个对应功率的快充头，充电速度可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当然，这是在你清理干净、确保接触良好的基础上做的升级。好了，今天咱们聊的可真不少，最后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要点。遇到手机充电变慢、充不进去的一反应，别是害怕和着急，更别急着掏钱。记住这4部曲的1步，关掉手机电源；第2步，请出我们的神器小牙签；第3步，对着光
轻轻地把孔洞里的陈年旧垢勾出来。第4步，用酒精棉球做个深度清洁。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完成这4步，你的手机充电就能恢复青春。这里宋志再补充几个小叮嘱，操作时请保持耐心，动作轻柔，只需勾和擦，切勿用力捅或撬。充电接口本身设计坚固，温和清理完全安全。若你常在多层环境工作，或衣物容易掉毛，建议选用带防尘塞或充电口翻盖设计的手机壳，从源头防尘。关于充电线，也得多说一句，立即更换破损充电线。若发现线材插头处胶皮开裂，内部电线外露，请勿继续使用，这不仅影响充电效率，更存在短路、起火风险。充电时避免高温，边充电边运行大型游戏或视频，易导致手机发烫，而高温是锂电池寿命的头号杀手。如充电时手机过热，建议暂停使用，待其降温。生活之美在于悉心经营每一个细节，妥善养护手中的设备，就如同关照我们自己的健康与生活，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我是颐养晚年的宋志，期待这些实用方法能真正帮到你。如果觉得有用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。祝愿各位老朋友身体健康，生活充实，用积极的心态拥抱每一天的精彩。